家好，今天呢是犹豫再三才起出来。你看这个天色非常阴沉，就想着应该有下雨的危险啊。虽然天气预报呢说是阴天，但昨天晚上呢其实是下了一个晚上的雨，所以现在天气有些搞不清楚啊。在这样的一个季节，经常会下雨啊。但是在广州生活久了呢，大家就会有一种心得，就是你如果说遇到下雨啊，就一般气温呢就会比较温和，不管在哪个季节啊。那如果在夏天的话呢，可能就会再凉一点。但是在这种秋天以后冬季的时候啊，越是下雨天呢，其实气温越是温和，因为可能就是下雨说明这个风呢都是从南方吹过来的，比较暖的风和北方来的冷空气发生了碰撞，然后呢就会把气温呢抬高一点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现在我骑在祈福新村19大街上啊，屋村里面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平和，而且也很安静啊。除了有村内的巴士经过以外啊，所以路上行走的车辆比较少。因为现在呢是上班的时间啊，很多人都外出上班去了。昨天呢，我就在这条路上骑过，是从我前面的天湖居啊，从村外骑了进来，所以老马识途，今天又回到了这条路上来骑行。那今天的方向呢，显然这是要从天湖居那边骑到村外去，到祈福新村后面的一条山道，也是莲花大道上去骑行一下。
现在呢，我又骑进了天湖居。天湖区呢是一处偏于祈福新村边上的一个安静的小区啊。骑出天湖区呢，前面就是天湖区的一个侧门，就是祈福新村最靠边上的一个小门了。骑出这个门呢，这个码表显示将好，从住所出这个门是2公里，就等于村里骑了这点路已经是2公里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莲花大道上了。看来天色转亮了应该不会下雨了。从天湖区出来呢，这段工厂路、必经之路，就像昨天跟大家说的在大罗塘、珠宝小镇这些破破烂烂的这种城中村里面，生产的最为高大上的珠宝，这边呢也是类似这种环境有不少的食品加工厂，就很多那种食品我不知道应该称之为什么样的食品，我相信呢应该也包括很多的预制菜吧，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生产出来的。所以真的这些老百姓你的生活就跟这种区域紧密相关
即便是那些高大上的珠宝，也是在这种地方生产，更不用说普通人吃的这些食物了。就但愿这些厂家还有最基本的良心，都要以次充好，在选择原料方面啊，还有就是加工的过程当中呢，尽量把好关，不要让那些有毒害的食物流到市面上来。所以每次去到这边呢，就会想起同样的事，有同样的担心啊。所以老实讲啊，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，包括自己的家里亲朋好友啊，很多人都是喜欢订外卖，但是真的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。看来今天运气还是不佳呀，骑到这个小山坡上面呢，天就下起了雨来了。但是没办法了，已经骑到外面了，再向前骑一段吧。现在我的右侧围墙里面呢，都是祈福新村的地盘了。这边呢也在做一些开发啊，更多的可能是祈福村内的一些公共的设施吧，当然也建了一些停车场之类的。到这边来张望一下，对面就是祈福新村，这边呢就有一个池塘啊，一个水塘，工人们在作业，说到这边还要干啥？这里差不多已经骑到了山顶了，山顶里也有一些小湖。左侧呢有一个村庄啊，我还没有怎么去走过，打算从这边进去转转啊。这条小街还有个名字叫宁伦大街。一个旧的村落啊，看来他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田地啊。看到这些农民房啊，一楼都是停车的车库。这个村里还有不少保时捷的车行驶在这种乡下的马路上。
村里也有不少的这种便利店啊。这边走到了村头了，这是哪里啊？哦，原来这是丁根村了啊，丁根向东路，丁根村的村头。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刘氏大宗祠，很多人在这边休息。村道上面也是在施工啊，声音非常吵。昨天呢，我就在虞山西路上啊，经过丁根村的一个大牌坊，结果今天又来到了丁根村。丁根向东街啊，原来出来那就是那个大牌坊了，前方就是虞山西路了，原来已经到了这儿了。36记住85啊，上面直接拿过来。现在我拐入到一条小道啊，这边呢有一条河冲，我想象这条河冲呢应该会通过虞山西路啊，然后呢一直连到莲湖公园那边去，看看是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。我们走走看啊。这条小河边的路呢，看来还没有整理好。我已经看到名字了，它就叫莲湖冲。那我在这个桥上呢，来观望一下这条小冲啊，就连到，一直这么过去的话呢，它就会连到莲湖公园啊，那边有个大湖，那边叫沙地路啊，就是前几天也走过的一条路。这边呢是反方向，看看这边有条路可以走啊，应该是有的。果然啊，这边有一条河边的小道，比较安静。歪打正着嘛，我其实就是今天想着去一下莲湖公园转转啊，谁知道这边这条小冲就是通向莲湖公园的，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啊。虽然这条道呢还没有整理好啊，
还没有进行过什么美化，但它好在呢也是一条道，应该也能走得通。左侧呢应该都是一些厂房啊。我看这个河的对岸呢，那边已经搞成一条绿道了。在河边有很多当地的上点年纪人在这边玩牌。好，我现在呢已经要骑到宜山西路了啊，经过了很多这种比较简陋的工厂。看来呢，我还得要找到过马路的地方才对啊。原来这边是莲湖村呢，这已经到莲湖村了吗？好，我要在这边呢等待过马路啊。好，现在呢我横过宜山西路啊，看来我记忆是对的。这边呢就是有一家 Holiday Inn， 在 Holiday Inn 边上呢，应该就是我可以去走的一段河畔的小道。就是这里了，正对着呢就是 Holiday Inn 啊，洲际酒店旗下的一个品牌，全世界到处都有。而这边呢就是莲湖生态公园啊，但是要走几个台阶下去。啊，这就是莲湖村了。哎，原来这边有条道可以过来的呢，这个就让我有点还特地经过了一条马路去探索一下啊。原来在这个莲湖村呢，这条边上是有一条道的啊，真的没有必要从那边一排队走下台阶的，好吧？如果等一会儿回去，说不定算一个选择吧。这一段呢，我以前是骑过的。往前走呢，就有一个湖啊，就是莲湖公园的一个大湖。这个小村边啊，还是非常的幽静，看上去风光不错，让人非常的放松。
今天还是蛮有意思的，又来探索了一条小河冲。前面的有个池子啊，就是这个拿这种一个盖板盖住的，里面呢其实是他们的龙舟啊，就是龙舟放在这个里面啊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角，我上次就曾经来过这边，现在正对着呢叫大华关龙桥。当然是新建的一座桥，但是还是仿古的模样啊，一座拱桥还挺漂亮的。你看啊，这就是莲湖了，也是莲湖生态公园的一个主体，很美的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要把这个放起来啊，就可以看到里面，你看有2只大龙船呢。我想象的这应该是古时候传下来的吧，当宝贝一样的，在这个地方守着啊。莲湖呢，我知道这边有一个龙舟队，挺有意思的啊。这就是今天来逛的莲湖生态公园了。既然来了，我们也到生态公园里面去转转吧。湖边的小路，左侧就是关龙桥了啊，应该可以在这边看赛龙舟吧。在前面那些高楼呢，应该就是前几天我经过的绿地建的一个楼盘，就在沙地路上，有人在玩那些船模。好，我们到更清水的地方去转转。这个是一个什么玩意呢？是工业用的、调查用的还是玩的呢？湖边呢有水泥的栈道啊，有我们来走一走。有人在这照相呢。想着等到那个楼建起来以后啊，就不仅是村民了，那些新的屋村的人也可以到这边经常来玩一玩，休闲一番。像一个小的世外桃源一样。
这边呢有一个很不错的亭子，我们在亭子这边的佛兰望望湖，前面就是那个绿城的楼盘了。在这种环境还是很好的。这边还有些花开得非常的灿烂啊，像一片桃花一样。这边还有一个小亭子，有人在这边唱歌。这里呢，我来过的是一个平台，上面有一个莲湖生态公园的大牌坊，这边呢还有一段绿道啊，我们随着去走走吧。这个左侧的宣传栏呢，都是宣传禁毒啊，看来当地呢还有些人还是会沾染毒品的。右侧这条路呢，就是我前几天刚来过的沙地路啊，石桥水道边上的一条马路。好，我们既然来了，再到这个湖的另一边去转转吧。就是这边又要抬车下去。在这种湖边的栈道上，慢慢的骑行或者散步呢，都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。我们再从这边来观望一下啊，我刚刚呢就从那边过来，前面有个西式建筑啊，就是那种米黄色的，就是 Holiday Inn。从那边呢有一条冲边的小路，一直到了这个湖边。前面那个很漂亮的一个，应该算什么呢？长廊啊，还有栈道，就是凉台、凉亭。这是我刚刚从那边过来的地方。虽然这个湖水呢不是特别的干净啊，但幸好呢它够宽。好，不错的一个地方。
我们从这边呢又一次回到这个生态公园里面啊。看到右侧呢有一片村民运动的场所，你看也不错吧。两把不修啊。这边呢还有一片空地了，这些村民休闲地方呢还不少。干脆我们到村里面去一下吧。这边开了很多的小田，种的自己种的那种蔬菜。张氏宗祠还在维修之中啊。村中祠堂坊，看来这边有很多姓张的人居住地方。又进到了一条村道里面。原来到了这边呢，就可以看到啊，就是沙地路边上的这一批楼房。那边还有一个什么建筑物叫什么慈禧楼。我不知道那块地是不是从这个莲湖村弄出来的。你看，这就有一个叫慈禧楼，但不知道是个庙宇、宗教设施呢，还是一个敬老设施。这边呢，我上次来骑过的垂美街，我刚刚就从这个小河的对面骑过来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小码头。
很不错的一个生态公园。就在这个公园边上呢，有这么一个莲湖村呢，我觉得村民是有福气了。好，那我就从这边准备原路返回了啊。既然我们今天发现了这个莲湖村，那我们就顺着刚刚来的条道回去。好，来到了这座关龙桥上啊。哇，我们来看看，从高往下看，看看这个莲湖。这边呢就是小河冲啊，两艘龙舟就藏在前面啊。刚刚就从那条小路过来的，现在呢准备原路返回。从前面呢会经过鱼山西路啊，但那边桥下是连通的。好，抬着车下了桥。现在呢，这条就是回去的路了。前面呢就是鱼山西路啊，就是我刚刚下桥来骑行的地方。我现在要看看能不能从这边呢，直接能够穿过这个桥底。还好这个门开着啊，这边呢就有绿道了。刚刚呢我在右侧对面骑过来的，看来这边呢好像稍微的做了一些修整，有一条蓝色的道可以骑行。这边停了不少车，应该也是工厂地带吧。很多老年人在这边打牌休闲。打牌是最喜闻乐见的一项业余的这种娱乐啊。你看啊，就这么一点点的地方，也种了不少菜了。
非常有意思的一段骑行啊，去了一个昨天没有走完的丁根村，在这个里面呢是可以连通到莲花大道啊，就去到祈福新村的天福居那地方。虽然这个佛经这路呢，我基本都骑过了，当然我指的是那些大路。但像今天这样的穿行在这种村里的小道啊，骑着村人呢，就柳暗花明，去到了一个大的地方，而且跟我想象的也差不多啊，就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好，走到外面来了。换了一块电池啊，我们离开莲湖村，同时应该也是离开这个丁根村吧。现在在沙南路上，我知道前面呢骑一段就有一个小平村，再过去就是大罗塘珠宝镇了啊。这段路呢，就跟前2天我走的路是一样的了，但是看看前面能不能从小平村里面再穿出去。就每次回去的路呢，总希望走一段不同以往的路，这也是一种骑行的乐趣吧，或者说是一种小小的探索，就让这个骑行呢多少有一些新奇感。这片有待发展的区域呢，还是一个村连着一个村，一个村套着一个村啊，都在等待时代的机遇，发展的可能性。我的左侧呢就是小平村了。昨天我就从他门前经过过，今天我们为了不走老路，所以就去到了这个小平村里面了。也是一条村风的商业街道。右侧呢也是一个宗祠啊，邓公祠。这个有点巧合啊，邓公祠这个村叫小平村。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，这边应该是有条道啊，可以通到莲花大道，然后从那边呢就可以回家去。住所的周围呢，这种小村实在太多了，有时候避无可避，不是走这个村呢，就是走那个村。但是呢，这些也是老百姓生活的地方啊，还是有些人气吧。小平新村，右侧呢这片山林应该是一个公园吧。果然没有错啊，前面呢就是起伏的房子了。好，现在已经回到了莲花大道上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右侧就是一个大的食品加工厂，开出来的大卡车呢，就是装这些食物的产品呢，出来了。你看看右侧这些各种各样的，应该就是预制菜吧。所以呢，我如果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啊，正赶上吃饭的地方，那大概率我就会选择麦当劳之类的。虽然不好吃，但是相对比较放心。这是我的一种逻辑啊。
好，又回到了天湖居了啊。曾几何时啊，祈福村内多了很多拾荒者啊，这个捡破烂。当然，捡破烂主要是为了卖钱啊，那些瓶瓶罐罐啊、纸盒子啊等等，这个真的令我难以理解啊！这都什么时代了？就你在路上如果捡到一个可以用的一个什么玩意呢？我觉得可以理解啊。但是你纯粹是为了要去弄点这种破烂货去卖钱，这个就无法理解了。难道生活都倒退到这个程度了吗？想想也不至于吧。这还是一种穷人啊，贪小便宜，不捡白不捡，多少也能换几块钱，这种思想在作祟吧。今天因为天气比较凉了，我就穿得比较厚啊，穿了一件外套。谁知道我骑了一圈回来呢，感觉已经有点出汗了啊。现在4点多钟啊，我记得我是3点不到出门的吧，所以差不多也有1个多小时了，应该1个半小时不到，就差不多就是因为跟上一次的骑行啊，我到了莲湖生态公园门前没有进去，今天就去补了这一段，但是找到了一条新路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，还有点小小成就感。看来这条道呢是去莲湖生态公园最近的一条道，相对呢也比较安静啊，这个小街里面，而且一开始走了一段莲花大道的山道，半中间呢骑了一条村，然后呢才到了丁根村啊，那边就有这个应该叫莲湖冲吧，这条小路啊，一直到了莲湖生态公园，还是蛮休闲的一段骑行啊。而且幸好半路上虽然下了一点毛毛雨，但是并没有淋到雨啊，还是完美的躲过了一场雨。回来的时候的天气呢还是阴沉的，不知道晚上会不会下雨呢？现在呢，我又回到了19街的中旅园边上。虽然天是有点暗啊，但是你凑过头去望望左边呢，真的感觉这个地方还是很美的一个公园。就老百姓呢，真的是非常需要这种绿色的公园，可以走走路，做一些休闲的活动啊。有些人呢，也是利用这样的地方锻炼一下身体。那我觉得一座城市也是如此，就是你在每隔一段地方呢，都会需要建一些公园。那老人孩子呢，就有个地方可去啊。我觉得现在广州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，因为实际上公园更多了啊。那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的骑行就到此为止了。我看了看，今天骑了15.3公里，到现在为止，比昨天少一些，但是呢，更为轻松休闲一些啊。那我们改日出行再见，
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刚说完拜拜啊，真的还下起雨来了。虽然我不确定这个雨会不会越下越大，但是好歹在下雨之前赶了回来，我觉得算是运气不错。也是今天虽知有可能下雨，还是出去骑了一圈，勇气可嘉吧。果然啊，这个雨点越来越大了，哇，真的是算是赶巧了啊。原本今天是不下雨的天气预报，看来有时候天气预报也不可信啊。好了，那就在这边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再见，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，欢迎大家订阅。